好，來關心日本的經濟狀況，現在加薪也追不上通膨了。日本人是窮到都不敢花錢了，尤其是在日本現在社會內部最新就是它的消費萎縮，而且呢進出口是連3個月都是呈現貿易赤字的。原油更是誇張了，現在說呢進口原油的成本一口氣暴增了將近是90%，達到88%。高市經濟學再挖5兆的財政大洞。今天我們會做深度剖析，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互動。如果您認為說日債日元危險了，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不會的，政府還是會持續的救市，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來互動。好，先來關心日本有關於它的民生消費的部分，因為有一個最新的經濟數據，就是第2季的實質GDP 了，季增幅現在落在0.3%。如果呢，我把它算成是年化的成長率的話，預估就是1.1%。好，這個數字是什麼意思？其實它還是一個不好的數字的，因為原本市場預期的數字是可以達到2%而已，它現在其實只有一半哦。而且具體數據也顯示，第2季有關於日本的民間消費，現在還是仍然呈現持續的下滑。原因是什麼呢？因為現在日本人根本就不花錢。他們雖然說在這幾年薪資上有微幅的調整，有一些的上漲，但是錢感覺要買東西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值錢了。而追究真正的原因，就是因為日幣貶值跟剛剛我們提到的能源價格持續上漲，也會導致一般的民間生活消費成本狂飆，這當中涉及到我們常常用的東西，像是食品、電價、汽油、保險、社會保障的負擔都會增加。而且注意到了，接下來可能日本的央行為了要救日元會升息如果升息的話，就會導致房貸跟利率持續的往上漲。問題到底有多嚴重呢？有關於民生消費的部分，我們來看到實際的數據，7月份日元計價的進口價格呢，已經大漲了將近30%，生產者物價的價格年增幅7%，尤其是服務業現在呢調漲它的售價，你要去吃東西或者是有其他的民生消費，這個一直不斷的漲價，創下了12年來最快的一個速度。現在超過95%的民眾都認為說物價顯著的上漲，60%的人認為說，經濟還是會持續的惡化。50%的人認為說1年之後一定還會更糟。好，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漢庭怎麼看？剛剛說了嘛，日本近幾年雖然有一些微幅的調薪，但是大家還是感覺說這個錢越來越不值錢了，尤其是追不上現在非常嚴重的通膨問題嘛。漢庭怎麼看？沒錯，日本現在雖然加薪是真的，但是不敢花錢也是真的，因為加薪跑輸了通貨膨脹。我們先實際看數字，在2026年日本春天最後的一個勞資談判，平均加薪5.01%這是非常高的。那基本上工資加薪率3.5%，這是1989年以來日本非常罕見的。可是第2季度的民間消費呢，這邊的數據都是在持續下滑當中。為什麼呢？當然就是因為物價端漲得更兇。我們實際看為什麼加薪會更窮，實際上是有幾個原因把多出來的錢都漏掉了。第一個，名義上漲了5%，但實際上呢，你的社保費率啦，然後或者你的年金、保險各種的費用合計也上調了0.8個百分點，所以實際上到手的薪資增幅大概只有1.8%到2% 之間。而且第二個是乍看之下很多，但是中小企業員工都被平均掉了。日本70%的勞動力都在中小企業就業，但他們的加薪呢是員工100到500人的中型企業加薪3.1%，100人以下的小企業加薪2.3%。所以我們說加5%它是一個平均值，但是70%的日本打工人的真實加薪根本是遠低於這個數。再來第3，就是實際的工資呢，連續25個月也是同比下降。我們大家都知道嘛，就名目薪資跟實質薪資來看，其實它也是下降的。所以全國名義的工資雖然是漲了，但是因為 CPI 同時也在漲，所以換算下來，你的實質薪資呢還是在降的。再來最後一個原因就是日元的貶值，那再加上能源飆漲對，所以這邊的數字都非常清楚。那日元貶值理論上應該是要利好出口可是這一次的日元貶值卻割向的是普通人，因為我們任何進口的食品能源原材料全部都漲價，但是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又非常的低，能源又100%幾乎都仰賴進口，所以這讓所有的實質購買力對普通家庭來說是下跌的。
我覺得目前真的是很多經濟學家很努力的在想辦法，但最後一定都是要政治力，因為不論經濟上做哪一個動作都沒有辦法来完整的解決，也就是我們這邊說到的不可能三角。好，那剛剛特別提到了嘛，有關於這個有加薪，但是幅度一些，但是民生消費這個通膨影響哦，讓他們的民生消費成本越來越大。那當中我們也要來看到這個消費成本非常大的一環，就是有關於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能源價格的部分。進口能源哦，現在一口氣竟然是暴增了將近是88%，這對於民眾來說真的壓力非常的大。那我們先來看到有關於貿易的數據哦，其實現在日本是呈現貿易赤字的，儘管我們看到它在7月份的出口表現好像數字上看起來很亮眼，整體來看這出口年增幅23%，對美國跟中國也有大約是2成多的一個增幅，但是貿易赤字現在是6345億的日元，連3個月都是呈現貿易赤字的。幹哥怎麼看有關於原油價格接下來對於一般的民生消費有怎麼樣的影響？對，我們常常講了，利好就是出口，利空就是進口，对不对？照理講的話，你現在出口成長啊，那你為什麼好像老百姓都沒有感覺到了？對，我跟你講，老百姓都沒有感覺到，真的。日本第2季的 GDP 啊，它成長0.3%啊，但是絕大部分的日本國民沒有這種感覺，他們會覺得說，什麼東西一直在漲啊？不是你們這些企業，這個株式會這些執行長都應該要出來道歉啊，為什麼還在漲呢？那漲價的結果怎麼辦？傑老師講一句，我們上次說過，只要漲價，那企業就能夠獲利，企業一獲利，會發給員工更多的這個，就是說，比如說加薪呢，因為日本很久沒有加薪了，最近這幾年終於有加薪，這是好事。有了加薪以後，才會刺激消費力，對不對？現在不是加了薪也不會刺激消費能力，為什麼？因為大家都覺得說，不行。他們的最大的口號是什麼？大阪的這些主婦，他們的口號是說，要省一點吶。然後逢人又看到另外一個人又跟你講說，要省一點吶。為什麼？我跟你講，我們現在哈，如果說我們到賣場去的話，通常的話，他們這個比如說1個禮拜，他們要買就是假設是說是$500的那個牛肉的話，那他可能會改成怎麼這樣做？你知道？就是改成說1個禮拜我只吃$300的牛肉，那我們一口之家大概4口吧，300塊大概1個禮拜也可以吃飽吧。以前500塊吃的比較好，現在我們可以只吃300塊。其實大部分的4口之家或3口之家的家庭，他們的想法都是這樣。然後最好笑的就是說，現在網絡上他們流傳的是一個主婦跟另外一個主婦說，那個保鮮膜啊，用過以後，昨天用的，那今天這個已經吃完了，保鮮膜不要丟，要幹嘛？洗乾淨了還可以再用。你有聽說過這種事情嗎？保鮮膜有再利用、再回收的嗎？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叫什麼有機細菌是最多在保鮮膜上面，從來沒有聽說過保鮮膜可以再度使用。日本主婦現在說不要丟，洗乾淨、曬乾之後還可以再拿來用。這些有機細菌能不能殺光我不知道。對，但是你可以知道說，日本人他們以前就說這可能是從2次大戰以來哦，說照理講80年過去了，日本不應該還有這樣子的消費或生活習慣。但他們現在已經趨向於說，明明是可以再用的東西，我們就把它省下來再用。你會想到這是為什麼造成？這就是因為經濟壓力而造成的。在經濟壓力的造成之中，進口的石油在中東方面，因為荷姆茲海峽現在還是不通，減少進口32%。照理講的話，你是不是可以就說進口的部分少買很多？那我們現在應該可以省下很多錢，對不對？錯了。你知道為什麼日本它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能源危機嗎？跟美國這3個月來多買了9倍，天哪！然後反而把那個進口的利多又再蓋過去了。你知道？所以坦白講一句，根本就是一來一往，日本完全沒有得到好處。這就是為什麼現在日本的不要說年輕人啊，老年人也是一樣，他們都覺得說要省錢，要省錢，要省錢，一直要省錢，因為日本在 AI 獲利，但是他只是賣鏟子的人，他不是真正拿鏟子的人，不像中國，不像台灣，他是拿着鏟子，日本是賣鏟子的，所以到現在為止，你說日本它這個經濟狀況每況愈下，我覺得
高市早苗根本就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而且他應該馬上就要受到國會嚴厲的監督，他的去留現在我覺得已經是指日可待了。好，所以我們一邊是看到這個消費的成本，還有能源的價格都在持續的上漲哦。那現在其實只是夏天而已，現在市場估算說日本人最大的壓力還不會只是現在而已，因為現在也做了一個市場預估，即將接下來進入到秋天，日本的通膨狀況會變得更加的嚴重。那現在預估它的通膨率大約是落在秋天的時候大約會落在2%以上，甚至他說明年2027年這個通膨率就會超過3%了。這個時候怎麼辦呢？所以高市早苗只好開始想辦法來救現在的物價。所以他說呢，要推出這個食品消費稅，從目前的1%一口氣降到1%，然後還會搭配其他的補貼，希望把食品的稅負降到0。那這個政策當然呢，也引發自民黨內部開始對於減稅的質疑。原因是什麼呢？自民黨是這樣說的：如果高市早苗你這時候敢減稅，一年就會少掉大約5兆日元的收入。那你現在日債已經這麼的嚴重了，超過 GDP 的260%了。你還敢在這個時候做降稅嗎？而且不要忘了你現在還要增加在國防上面的支出，還有人口老化、社會保障的支出等等。現在高市早苗碰到的3個最大的矛盾，我們也看到 CG 上面有寫，包括了要不要降稅、要不要救這個出口，還有要不要升息等等，都會有各種的矛盾。酈將軍怎麼看？我們經常講一句話哈，這個7年之病難求3年之艾哈，也就是你這個病如果拖很久的話，你很難用一帖藥劑就讓這個病好。那更何況，我覺得日本的經濟已經最少是30年的常年的積科哈，所以說你很難用一帖藥就將它治好。那就算是高市早苗他在使盡諸般手段，我覺得也很難救日本的經濟哈。那首先我們看日本它本身就是一個島國嘛，它所有的能源都必須要從外面進來，也因此，如果說是它日幣來講持續貶值來講的話，那你要買外國的石油，你必須要有能源，你就要從國外進口石油，從國外進口石油，你就要拿日幣去買美元，然後拿美元才能夠去買石油。那如果你日幣持續走弱的話，當然你通膨就會增加，通膨會增加的話，那當然会造成老百姓的負擔。所以日本現在我們經常講一句話，就是薪水永遠追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就是足以描寫現在日本人的情形。那他們現在來講的話，消費緊縮到什麼程度呢？消費緊縮到連這個吃一碗拉麵或吃個飯都成很大的問題。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呢？這又要講到日本它的食物，我們都一直認為說日本它吃米的自己也會這個捕魚，海島國家。但是你很難想象到，日本很多的糧食，它幾乎是靠自己能夠生產的不到30%，它很多的糧食，包括麥呀這些東西，都必須要從國外進口。那你想想看，那是不是雪上加霜哈？糧食也要從國外進口，能源也要從國外進口。那在這種狀況之下，它的日幣就勢必是更加的貶值。所以那老百姓買不起的話，那高市早苗他就想到一個方法，我降食品稅哈，我這個只從8%降到1%，然後就不要徵那麼高的稅務，讓食物可以變得更便宜。那問題又來了，你如果說將食品稅降稅來講的話，你國庫就會減少。但你現在你的日本的國債，當然它的國債不是跟國外借的，它大部分都是國內債比較多，可是也高達GDP 的260%，也是很高的國債。那你現在如果說是減少自己的這種稅收來講的話，那一定會推升你自己的債務的增加哈。那你推升你的債務增加的話，你就更不敢加息哈。你如果說是加息來講的話，你這個光这個每個月每年付這個利息錢啊，就你國庫增加負擔會更重。所以我覺得日本來講，那更糟糕的一件事情，高市早苗現在還居然想擴軍，增加各種軍備。那你這個連老百姓都餵不飽了，你把這些東西拿去買武器裝備，是不是更增加自己國內的債務的負擔哈？所以我覺得這個高市早苗應該是回歸到他們自己的這個正本來講的話哈，你不要提高國防預算，然後先把民生照顧好才是正途。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
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